林峰，店里断水断电3天了，你这破超市里的零货品，怕是都捂臭了吧？大伯，我爸刚走半年，你就带着律师上门砸我的店。这话别说这么难听，大伯是来帮你的。这是你爸生前找我30万的欠条，白纸黑字。你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就把这超市的产权抵让签切了，咱们两清。放屁！我爸看病的300万全是我卖房凑的，他什么时候找你借过钱？这欠条根本就是假的。林先生，借条已经做了公证，你拒不偿还，我们不仅会申请强制执行你的超市，还会让你上失信名单。这家小超市你守不住的。他根本不是为了30万，是冲着超市这块即将拆迁的地皮来的。滚！想要我的店，除非我死，明天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也找律师跟你们打到底。滚出去！行，我看你能硬气到几时？供货商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没有货，我看你这破店还能撑几天？这鬼天气，憋死人了！什么鬼？剧组在拍戏，不对，怎么连办台设备都没有？好烫，这触感是真的。我的仓库后门竟然连通了另一个世界。别抢，这是我弟弟最后的良品，他会饿死的。沈清河，玄令都死了，你还当什么千金小姐？把你弟弟交出来，换口汤喝。我爹是会给你们找水累死的，你们敢碰他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。那就连你一起下锅！住手！是仙犬，没有泥沙的仙犬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后面那些都是吃的！管他是谁，杀了他，抢了物资，大伙儿就能活命！虚空开门，仙泉天降，口吐圣火，是天苍仙人显灵了。求仙人赐粮，求仙人开恩啊！想活命的都给我跪好了！没有我的规矩，谁敢乱动一下，这就是下场。这水，这粮，我来分。你过来。仙女沈清河叩见天苍仙人。我不是什么神仙，我叫林峰，是个开超市的，也就是你们理解的掌管天仓的商人。这些东西在你们这儿叫救命粮，在我这儿是要拿东西换的。不过今天算我赏你们的第一顿饱饭。仙人，这五彩斑斓的物迹，莫非是仙界的仙丹外衣？这该如何使用？撕开那层透明的塑料纸，直接吃。阿弟吃了，阿弟能咽下去了，多谢仙人救命之恩。仙家刺史，快抢啊！滚开，这是我的！我说了，没有我的规矩，谁也不许动。把伸出去的爪子给我缩回来！仙人息怒，小人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听好了，天仓的粮不是白给的，今天这顿是恩赐。从明天起，想要吃饭就得干活，按劳分配，谁干得多，谁吃得饱。谁敢仗势欺人，强抢物资，立刻断粮，永远驱逐。仙人慈悲，只要能吃上一口饭，我们愿意给仙人做牛做马。仙人定下的规矩，谁敢破，我们就打死谁。沈清河，仙女在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在你们这边的代理人，所有物资的发放、规矩的执行由你负责，谁敢不听你的，就是不听我的。
清河定不辱仙人法旨，若有差池，愿以死谢罪。看到那个大一点的方盒没有？那叫自热米饭。把里面的红烧肉包和米饭撕开，倒在上面的白盒子里，底层放上那个白色的加热包，倒一点凉水进去，然后把盖子扣紧。15分钟后就能吃热饭了。冒烟了，水沸了！没有生火，凉水竟然自己沸腾了，这是什么仙家法术？活下来了，有天糠在，北荒有救了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那头还有些妖魔鬼怪要处理。记住我的规矩，先把人安置好。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再开天门，如果让我发现谁敢抢夺物资，清河必严守天规，恭送仙人。喂，小林啊，你大伯刚才找过我了，你这超市断电了，生意也没法做。5万块水电包晶金和下半年的租金，我得提前结一下。哼，明天上午我来收钱，要是拿不出现金，你就赶紧收拾东西，滚蛋，把电腾出来给你大伯。老刘，想跟我玩落井下石是吧？行，明天上午10点，你带着合同来，少1分钱我跟你姓。但要是这店我不退，以后谁也别想赶我走。大伯，想吞我的店？老子现在可是2界最大的物资供应商，咱们走着瞧。门没锁，自己滚进来。小林啊，10点到了，5万块押金和下半年的租金准备好没有？没现金扫码也行，拿不出的话，今天老哥可就要强行收房了。老刘，这是咱们当初签的租赁合同，第4条写得清清楚楚，房东单方面解约，需提前3个月书面通知，违约金10万。你昨天私自断了我的电，造成冷柜食品损耗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。小峰，死鸭子嘴硬有什么用？你那破店连电都没有，一天营业额够吃碗面吗？大伯今天带人就是帮你清场的，这几个兄弟是收废品的，店开不下去，大伯做主帮你处理快过期的垃圾。兄弟们，动手吧！好嘞，林总，兄弟们干活！谁敢动一下试试？怎么还想持凶伤人？你店里全是过期变质的零货货，吃坏了人，你可是要坐牢的。谁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接到匿名举报，你们售卖过期食品，请配合突击检查。同志，电话是我打的，我是他亲大伯呀。这孩子鬼迷心窍，临留货重新打码，我只能大义灭亲啊。同志，你们赶紧查，东西肯定全馊了。麻烦你让开，我们要查封取样。同志，欢迎检查。不过检查之前，我想先给您看点东西。这是所有商品的进出库账制，每一批的生产日期、保质期都记录在案。距保质期不足1个月的，我全下架了，堆在后仓库独立区域，贴了带销毁标志。外面货架上的所有商品，100%符合食品安全标准。您随便抽检，发现1件过期的，我林峰把货架吃了。队长，货架商品全部合格，没有改码痕迹。后仓库确实有临期食品，全部单独隔离，贴了销毁标签，符合规定。不可能，他昨天明明还在卖。大伯，既然你跟我讲法，那咱们就好好谱步法。老刘说我没电，对，我是没电，但我花800租了户外移动电源，这4个4K 高清摄像头带收音功能，画面已经实时同步到我云盘了。刚才林大伯指使社会闲散人员，企图打砸我合法商铺的全过程，监控录得一清二楚。执法队的同志在这作证，我已经报了警，110警车估计还有2分钟就到。老板，不关我们的事儿，快走快走！小林，电费咱们好商量。林峰，你跟我玩阴的！规矩就是规矩，大伯，你想玩，我陪你玩到底。但下一次进剧子的可就不只是小混混了。滚！
小伙子，仗做得很漂亮，遇到恶势力，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，不错，以后继续合法经营。谢谢同志。沈清河，仙人昨天赐的仙粮，你凭什么只分那么一点儿？剩下的全被你藏起来了。你爹不过是个死掉的县令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。黑狗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昨晚的自制米饭按人头1人1口，你一个人抢了3个人的份儿，剩下的是留给发烧生病、熬不过今天的老人孩子的。仙人说了，按规矩办事，谁也不能多拿。规矩，规矩，老子手里这把刀就是规矩。兄弟们，那什么天苍仙人指不定是哪路精怪弄的障眼法，今天一天都没动静，肯定不会来了。抢了这批粮，咱们自己当神仙。我一天没来，你们就想砸了我的天仓，抢我的代理人？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恭迎仙人，清河没用，没能镇住恶徒，请仙人降罪。仙人饶命，小人是饿昏了头，再也不敢了。我昨天说过，谁敢破坏规矩，永远驱逐。天苍不渡恶鬼，滚出这片山谷！再让我看到你靠近一步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障眼法。仙人息怒，都起来吧。沈清河，你做的不错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就算天塌下来，规矩也不能破。仙人的规矩是救命的铁律，清河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守住。行了，别一口一个仙人了。今天不发粮食，发干活的家伙。仙人，这色彩斑斓的，莫非是仙界的焦山仙灵？如此丝滑坚韧，若是用来做衣服……什么焦山仙灵？这叫防雨布，是给你们搭棚子用的。还有这个，消失如泥，这是神兵啊！仙人赐下神兵，我们要去打仗吗？打什么仗？这是用来挖土的。听好了，我天苍有的是粮食，有自热米饭，有清水，甚至有你们做梦都吃不到的肉。但是天苍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废物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想在峡谷活下去，想吃我的粮食，就得靠双手去挣。沈清河，清河在。从今天开始实行公分制，青壮年拿铁锹钢管，用防雨布搭建难民云，挖旱厕，挖沟渠平土地，老弱妇孺搓草绳做饭，照顾伤员，干满1天记1个公分，换1瓶水1个面包，3个公分换1盒有肉的自热米饭。想要吃饱穿暖，就拿汗水来换，听懂了吗？仙人，老朽废了右手，但左手还能搬石头，不愿意白吃仙家的粮，老朽愿意干活。我也愿意干活，我力气大，能挖土，只要能活下去，护住家人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也愿意干活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只要我干活。沈清河，你识字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总记账员，每个人的名字、每天的工分、发出的每1粒米，都清清楚楚记在上面。账目就是最高法则，做得到吗？人在账在，清河定不负仙人重托。难民宗建好了，下一步得弄点土特产回去，解决那边的资金危机。仙人，大事不好了！500骑兵正朝这儿赶来，是孙太守的部队。军阀惹来闻味的狼了。仙人，白骨关孙太守是最残暴的军阀，他垄断绿洲水源，河口脏水都被砍手脚，手下黑鸭旗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。黑鸭旗来了，快跑啊！他们会把我们全杀光，当军粮的。完了，引狼入室了，我们要死在这儿了。慌什么？好，2条腿能跑过4条腿。离开这片峡谷，离开我的天苍。你们去哪儿找水和粮食？去沙漠里等死吗？沈清河传令，把钢管削尖插在入口，立巨马防线。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退后半步。清河遵命，护住天苍，死战不退。
时间紧迫，钢管挡不住500正规军，必须上硬货。冷兵器骑兵是吧？今天让你们尝尝现代工业的降维打击。哈哈哈哈！果然有仙家宝地，本将奉命接管此地。里面的刁民听着，立刻交出所有粮食、仙宝还有女人，否则铁骑踏平山谷，寸草不留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挡黑鸭旗的去路？我是你爹！这是什么妖法？声音怎么可能像雷神一样？放箭！给我放箭射死那个妖人！这不可能！那透明的盾牌是什么仙器？竟然刀枪不入！冷兵器时代，马匹最大的弱点就是怕光和怕声音。今天我教教你们怎么做人。点火，扔！是天火！探照灯，开爆闪！我的眼睛瞎了！这是天罚，这绝对是天罚！快逃啊！仙人发怒了，天降甚雷啊！天堂之主，法力无边，仙人人万岁！古董这不就来了吗？大伯老刘，你们等着，马上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资本的碾压。赢了！我们打赢了黑勇旗！仙人必有，仙法无敌！仙人，贼将逃跑时掉落了随身宝盒和钱袋，战场已清扫完毕，共缴获完好战马42匹，铁甲30副，兵器上百件，请仙人定夺。战马留作拉车更店处理，兵器铁甲挑精壮汉子穿上，成立护卫队，由你全权统领。谁干活卖力，谁就有资格进护卫队，每天额外多加1个功分。誓死效忠仙人，誓死守卫天苍。这是什么？回仙人，这是孙太守赏给贼将的信物。俗物入不得仙人眼，已是我们能拿出的最贵重之物，请仙人笑纳。入不得眼，这玩意儿在现代能救我的老命啊！既然是战利品，我就收下了。这几天抓紧盖好营地，食物按公分足责发放，把峡谷地翻一翻。过几天我赐下真正的神种。神种？沙地里还能长出仙粮，多谢仙人恩赐！不可思议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林先生，这玉是典型唐代宫廷技法，却无丝毫土沁，包浆温润，就像昨天刚从匠人手里拿出来的一样。祖传的，一直贴身收着，没下过地。您给句痛快话，能值多少钱？我急用现金。2枚金锭有官府3刻铭文，历史价值很高，但最值钱的是这块羊乳白玉，全部出手的话，宝斋阁走 VIP 通道打款，一口价800万。成交，立刻转账。哼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老刘啊，那小子估计知道没戏，躲起来不敢露面了。你赶紧清空东西，明天我让开发商工程队进场量地皮。哎呦，林总您放心，今天这店我肯定给他收了。这小子欠我5万押金不给，我没报警抓他，就算他走狱了。谁说我不给的？哟，大侄子终于舍得露面了，凑够30万还我了，还是来签转让协议的？老刘，昨天你说拿出5万押金和下半年租金，店就能继续开，对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一共15万，拿不出现金，立刻滚蛋！哼。这里是15万，按合同下半年租金付清了，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人滚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林峰，
你别得意，就算交了房租又怎么样？供货商全被我掐断了，你靠一堆过期垃圾撑得过1个月吗？这块地皮开发商看中了，你个手破超市的拿什么跟我斗？信不信我让工商税务天天来查，查到你关门为止？大伯，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交租的。老刘，你这商铺加后面仓库一共300平，市价顶多200万，我给你300万，这间铺子我买下来了，马上过户。300万，你买下来？小林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林峰，你是不是疯了？300万，你爸看病的钱都是借我的，你哪来300万？哼，你要是能拿出来，我今天把这卷帘门吃下去。800万，这不可能，绝对是假的！你弄假软件骗人。到账1万元。哎呦，林老板、林总，您早说发大财了呀！300万是吧？卖，我绝对卖，马上办过户。大伯，你刚才说要吃卷帘门是吧？现在吃，还是等过户完再吃？你到底哪来的钱？你肯定是非法集资，我要去举报你！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我的每一分钱都合法合规。大伯，你不是断我供货渠道吗？回去问问你那好哥们王总，他的批发公司现在是谁在控股？从今天起，超市、地皮、东区供货渠道，都是我林峰说了算。大伯，你的如意算盘打空了，滚吧，别脏了我的地盘。算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老板，抗旱5号杂交土豆种给我来2万斤，抗旱耐盐碱的旱作水稻种来1万斤，尿素复合酶先定50吨，太阳能发电机大功率抽水泵，微型滴灌管道全套拉去仓库，钱不是问题，要快。改变古代黄州命运的时刻真正到来了。仙人降临了，仙人骑着神兽下凡了。参见天苍之主。仙人，您终于来了，营地初步建好，这3天没一个人饿死，大家都等您的神旨。干得不错，不过靠我赐粮，你们能保一时，保不了一世。这是天苍神种，今天我要教你们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种出粮食。仙人在上，老朽赵老汉种了50年地，仙人慈悲赐种，我等不该怀疑。可北荒大旱3年，地下3尺不见湿土，一滴雨不下，就是蟠桃核种下去也得旱死啊！是啊，仙人，没有水，土硬得像石头，草根都活不了，这怎么种得活呀？没有水？谁说没有水的？你们老祖宗没见过的方法，不代表天苍没有。沈清河，带人把这些黑管子铺到翻好的田地里，每隔一段距离留一个小孔。神，赵老汉，你看好了，天苍的仙法不仅能凭空生火，还能让甘霖从地底喷涌而出，让死地逢生。这铁疙瘩怎么自己叫起来了？里面有雷神吗？水出来了，铁管子里流出水了，不需要人挑水，不需要木桶，这黑色长蛇竟然自己吐水了，湿的，这土是湿的，不用靠老天爷下雨，这地也能喝饱水了。苍天有眼，仙人显灵啊！这叫仙界灵肥，按比例溶在水里，顺着管子浇下去。土豆切块，每个块上留一个牙眼，种在湿润的泥土里。沈清河，从今天起，除了护卫队，所有人编入农业大队。赵老汉懂农活，任命他为农业大队长，由你直接监督。这批土豆种下去，2个月就能丰收，到时候你们不仅能自己吃饱，还能存多余的粮食。清河领命，仙人赐我等生机，若有人敢偷懒糟蹋神种，我沈清河第一个砍了他的脑袋。开荒种地，谢仙人赐生机。出苗了，神种发芽了，峡谷活了。
看来桃花源的根基算是彻底扎稳了。孙太守那条老狗，应该也快按耐不住了吧？废物，统统都是废物！500黑鸦精锐，连敌人面都没碰着，就被天雷神光吓得自相践踏。我养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用？太守饶命！真的有天神啊！那妖人有发白光的神器，还有发鬼窟的法宝，咱们的马全疯了！哼哼，天神，这世上要是有神，荒州旱了3年，神去哪儿了？什么神光天雷，不过是些懂障眼法的江湖妖人罢了。禀太守，属下查探过死亡大峡谷，偏将没有撒谎，峡谷里确实有流民势力。可更诡异的是，他们在干涸沙地里种出了绿油油的庄稼，才半个月，已经绿意盎然了。沙地里种出庄稼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有水，他们用什么灌溉？属下亲眼所见，他们营地里有黑色神蛇，能源源不断吐清水，还有削贴如泥的神兵，刀枪不入的娇削帐篷。太守，那峡谷简直是个聚宝盆啊！黑色吐水神蛇，削贴如泥的神兵，旱地生长的仙种，天助我也！得到这些仙家宝物，别说白虎城，整个天下我都大可去争。传本将将令，点齐3000重甲部族，800弓手，带上攻城盾车和火油，本将要亲自踏平峡谷，把所有仙宝神种全都给我抢回来！这鲜萝卜真甜啊！活了半辈子就没吃过这么水灵的东西。多亏了仙人，咱们不仅能吃饱，还能在荒州里看到绿色。弟媳，白骨城的大军来了，漫山遍野都是人啊！孙太守，这个家伙居然倾巢而出！仙人，白骨城大军压境，足有3、4千人，带了重盾和弓弩。清河请求动用仙界神雷，与他们死战。恒盛地产想从上游断我的路，真以为我还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？林老板，白骨城大军压境，冷兵器时代的重装步兵，还带了重盾防冲锋。沈清河，你听好，让所有人推到第2防线，不用拿命去填，把心放肚子里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对付几千重甲步兵，钢管斧头就是送菜。想要零伤亡碾压，必须形成代差。现代战争对古代最大的代差叫制空权。王厂长是吧？我要10辆载重50公斤以上的重型农业制备无人机，外加20台竞速级 FPV 穿越机，所有电池、遥控器全配齐，现在就要现货。林总，搞这么大阵仗，要承包万亩农场撒农药啊？现货有是有，可这需要专业飞手操控。飞手我自己有，你只要告诉我，这织宝无人机的喷洒舱能不能装液体？当然能啊，本来就是装农药的，不仅能装，最新款还能精准投放固体颗粒物呢。哼哼，结账，装车。孙太守是吧？3000步兵是吧？传令下去，前排盾牌稳步推进，弓弩手准备，见到男人直接射杀，女人和仙宝留下，谁敢后退一步，力斩无赦！那是什么怪物？在天上飞的铁鸟，神迹，真的是神迹！神仙派铁鸟下凡了！不许慌，谁也不许慌！放箭，给我把那些妖鸟射下来！好戏开场，天降甘霖。下雨了？不对，这不是水，这味道好刺鼻。第1舰队，穿甲燃烧，点火！
手，扑不灭，这火扑不灭啊！天法，这是真正的天法，快跑啊！再不跑都要烧成灰了！别跑，都不许退，给我回来！100两黄金，谁打下妖鸟，老子赏100两黄金！想跑，作为罪魁祸首，你今天活着回去，我这天苍仙人的面子往哪儿搁？神仙，神仙饶命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小人愿意退兵，小人愿意把白骨城所有金银财宝都献给仙人。现在信神了，晚了，你的命我不收，让北荒被你逼死的冤魂来收。神风啦！仙人法力无边，敌军主帅已被神雷困住，护卫队随我冲锋，活捉孙贼！别杀我们，我们也是被强征来的苦力，3天没吃饱饭了。孙禄堂，你还认得我吗？3年前我爹求你开仓放粮，你为了调卖粮食，将他活活杖毙在城门外。今天我用你的血祭奠我爹，祭奠荒州3万被你害死的亡魂。沈小姐，沈姑奶奶，别嘎我！我知道地下水脉在哪儿，知道金库钥匙在哪儿。杀了我，你们什么都得不到。天仓的规矩不留恶鬼，你的赃钱我们自己会去取。仙人，贼首已诛，敌军大部投降，请仙人发落。抬起头来！我知道你们多是被逼的，农夫、手工业者，天仓不看你们过去杀过谁，只看以后能干什么。脱下铁甲，交出兵器。天仓没有俘虏，只有劳改营。肯出力挖水渠、盖房子、种庄稼，就能活下来，吃上热乎饱饭。但谁敢惹是生非、图谋不轨，我的巡天神鸟随时能把他的脑袋拧下来。多谢仙人不杀之恩，我们愿意干活，什么苦都能吃。仙人，这是孙禄堂逃跑时死死护着的包裹，该是他搜刮来最珍贵的东西。雨过天晴云破处，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极品汝窑吧？真品汝窑在拍卖会上起步价都是千万上亿，这下发大财了。仙人，孙禄堂已死，白骨城群龙无首，清河明日带护卫队和劳改营前往白骨城接收地下泉眼和府库，所有物金金银全归天仓所有。好，白骨城的事交给你全权处理，记住，不要屠城，止诛首恶，安抚百姓，把按劳分配的规矩推广过去。清河谨遵先旨。你在这边收复失地，我也该回异世界，会会那些不知死活的资本恶犬了。有了这个，也是时候建立我自己的商业帝国了。林总，不好了，你到底得罪谁了？恒盛地产强行圈地，把主干道挖断了，他们还发了律师函，说你消防违规，要取消你会员资格，这是要困死封杀你啊！恒盛地产，市值几十亿的大公司来欺负我一个小商户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老李，多谢通风报哨。年轻人，宝斋阁老掌柜说你有件能惊动我亲自出面的绝世奇珍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若是一般明清官窑，你可以直接下楼了。初董，明清官窑确实不配耽误您的时间，但如果是雨过天青呢？雨过天青，汝窑，小伙子，大话别闪了舌头。全世界在册汝窑珍品都在尹氏家族手里，你随便装包里带来了。这釉色，这胎骨，还有这支钉烧的痕迹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没有贼光，包浆浑然天成，底款凤华2字比例较劲，这是从未现世的珍品。初董，国宝，这是真正的国宝级重器呀！林先生，是我眼拙了，这件无价之宝，你打算怎么出手？上牌估价3亿，但需3个月。我不上牌，急需庞大现金流。初董喜欢，直接私下转让您。另外，还需初董帮一个小忙。哦，
2亿5千万现金，半小时内打到你账上。至于小忙，说来听听。在天海市还没有我楚天阔帮不上的忙。恒盛地产董事长赵恒盛昨天挖断我的路，封杀我的仓库，我要他立刻破产。我当什么泼天大事？区一个2流地产商，靠银行贷款强撑的废物，也敢动我楚天阔的贵客？去查恒盛在我们旗下银行的抵押贷款和到期债务，停掉所有授信额度，通知建材商会全面停止对恒盛的项目供货。是，楚董。林老弟，有胆识有魄力，这只汝窑我收了，赵恒盛定会跪着求你。老林啊，你这侄子还是太嫩了，有点小钱就去郊区搞大型仓库，他不知道郊区那片地我早就买通关系了吗？路一挖电一停，他那破仓库就是死局。还是赵董您手段高明，等他资金链断了，地皮和仓库还不是只能低价贱卖给咱们？这小子敢让我吃瘪，这次我要让他连内裤都赔掉！在这天山市商界，规矩是我赵恒盛定的，我想让谁死，谁就活不过明天。林峰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保安死哪儿去了？别喊了，你们的安保公司10分钟前刚接到提前解约通知，因为你们账上连付保安工资的钱都被冻结了。你放屁！你算什么东西，跑到我这里撒野？真以为有点小钱，买个破超市就能翻天？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走不出这扇门？赵董事长，这是楚氏集团旗下天海中烟银行下发的提前抽贷通知书。鉴于贵公司重大财务违规、隐瞒债务风险，银行决定立刻收回共计12亿抵押贷款，限期24小时内偿还。什么？赵董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世建材商会突然单方面终止所有合作，3个在建楼盘全部停工了。还有，我们股票刚遭巨量资金恶意总天，已经跌停了。证监会的人已经到楼下了。你到底攀上了谁？你一个开超市的，怎么可能调动楚氏集团的资源？让到你的话无力泼到你们民愤。我早就警告过你大伯，规矩不是靠挖断别人的路来定的，更不是靠欺凌弱小来定的。真正的商界规矩是契约，是底线。既然你们不讲规矩，那我就用资本把你们彻底碾碎。大伯，你的美梦该醒了。至于赵董涉嫌商业诈骗和违规操纵股市，你下半辈子就在里面慢慢反省了。李爷，我错了，给你磕头，求楚董收回成命吧！你逼的那些老百姓跳楼时，想过饶他们一命吗？你的破产是你罪有应得。现代的毒瘤清除了，有了这笔巨款，我的跨界物流基地终于可以真正运转起来了。王厂长，是我林峰，今天再订100台太阳能抽水泵，还有，我要在仓库建一条小型风光互补发电站。不管多少钱，用最快速度把我的物流基地武装到牙齿。白骨城既然打下来了，那就在古代建一个真正的天仓之城吧。沈清河，你个乱臣贼子，竟敢带流民兵临城下！孙太守只是带兵出去剿匪。等他大军回转，定将你群反贼碎尸万段。刘师爷，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谁！孙禄堂作恶多端，已遭天苍仙人降下神雷诛杀，500黑鹰旗，3000重甲步毒，全军覆没。开城投降，交出水源和粮仓，天苍可免城中百姓一死。若敢顽抗，城破之时，孙禄堂就是你的下场。太守死了，太守真的被天神逼死了。这城守不住了，快开城门吧！再不喝水，我们要渴死了！都不许动！谁敢开门，我就杀谁！沈清河，就算孙太守死了又怎样？这白骨城城门是半尺厚铁华木包铁锤浇筑的，就凭你们手里的破钢管、烂铁锹，敲上100年也休想敲开。城里的泉眼和10万斤存粮，全都是我刘某人的啦！这狗贼！霸占全城唯一水井，百姓天天渴死，他竟想独吞！大队长，咱们没有工程器械，城门太厚，根本撞不开啊！
清河，所有人退后50米，让出城门正前方的通道。是仙人，快，所有人听令，立刻后退，给仙人让路。他们退什么？难道是放弃了？那是什么怪物？铁打的神兽？没有马拉，他怎么自己会跑？神兽下凡了，城门要塌了，快跑啊！半尺厚铁门，在现代重工前，连饼干都不如。仙人神兽撞碎城门了，仙法无敌！进城，接管全城，有敢反抗的，杀无赦！仙人，这老狗不仅锁死水井，还在太守府地窖藏了10万斤陈化粮，百姓渴死病死，他们却用清水洗澡洗马。白骨城的百姓们，我叫林峰，是天苍的主人。从今天起，孙禄堂和贪官污吏的统治结束了。这口井不再是官老爷的私产，属于全城百姓。任何人只要遵守天苍规矩，付出劳动，就能喝上干净的水，吃上饱饭。至于这种囤积居奇、草菅人命的吸血鬼，不配喝天苍的水。沈清河，把这种人全部拉去劳改营，每天只给最少口粮，让他们用余生挖矿挑粪，赎他们造下的孽。是，带走。多谢仙人开恩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我孩子染了食欲，城里大夫都死了，用水也救不活了。仙人当心，这是恶疮之愈，传染极快，触碰者必死无疑。这不叫瘟疫，这叫恶性细菌感染。天苍不仅有粮，还有药。沈清河，去打一桶干净的井水来，烧开晾温。大嫂，把孩子放平，这药能救他。仙人，我这苦命的娃儿，真的还有救吗？他已经烧得连水都咽不下了。阎王爷今天休假，我说的，他带不走这孩子。等一炷香的时间。退了，烧退了，我娃的额头不烫了。娘，我饿，我想喝水。活了，真的救活了！多谢仙人救命之恩，信女愿生生世世做牛做马，报答仙人大恩大德。沈清河听令。清河在。第一，劳改营立刻架起大锅烧开水，所有天苍发的水必须煮沸才能喝，谁敢喝神生，严惩不贷。第二，称正重症分开安置，按刚才的剂量给所有染病百姓分发退烧药和消炎药。第三，硫磺皂发下去，所有健康人立刻用肥皂清水洗澡，破旧污秽衣服集中焚毁，换上新劳保服，消毒液喷洒全城街道。是，全军行动，违令者斩。热的，有油水的粥。我活了40岁，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。这是天苍的规矩换来的。仙人说了，只要肯干活，以后天天都能吃上。仙人，您忙了一天，吃口热粥吧。清河，你觉得这座城现在怎么样？这里以前是地狱，但现在是您一手缔造的桃花源。只要有您在，北荒百姓就永远不会受冻挨饿。不，桃花源不能只靠我一个人施舍。我带来的药总有吃完的一天，我带来的粮也养活不了天下所有人。我要把白骨城打造成巨大的工厂和农业基地。你们有几10万人力，我有现代的科技和种子。从明天起，废除一切苛捐杂税，全面推行公分制和按劳分配。我要让这干旱荒州长出漫山遍野的高产水稻。我要让你们学会炼更好的钢铁，造挡风避雨的砖房。总有一天，你们不需要我开门，
也能自己在这个世界活得像个人样。清河愿做仙人手里最锋利的刀，仙人剑锋所指，便是白古城3万官民的刀之所向，誓死追随，万死不辞。好，明天我就在城中心立下一座真正的天梯，把我在仙界的资源彻底和这里打通。基础设施建设完毕，古代的工业化降维打击正式开始运作。天门开了！是书，全都是崭新的书册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搬货！把书送到城里腾出来的学堂，工具分发给工匠。今天我要给你们白古城挖一条真正的天河。都动起来，小心轻放，不得磕痛仙家宝器。这土太硬了。就算5000人一起挖，相通10里长的灌溉渠，少说也得大半年啊！那是什么？黄色的钢铁神兽，是仙人！仙人驾驭着神兽出来了！都退后，看好了，这才叫开荒！一爪子挖出了我们10个壮汉挖1天的土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搬山倒海之术？神力，这是仙家神力啊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天苍的力量，跟着我干！这种神兽会越来越多，不用你们用血肉之躯死磕，你们只管修整渠沟，铺上防射膜。今天第一批参与开荒建成的人发工分，不仅有自热米饭，今晚所有人加餐，吃猪肉炖笋条。哭啥？吃啊！以前给孙禄堂卖命，打仗冲在最前面，1个月连点肉星子都见不到。现在咱们虽是降兵劳改，可仙人真给咱们记工分，真给肉吃啊！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仙人的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谁敢破坏白古城的规矩，我第一个弄死他！仙人，今日劳改营在城外10里黑风山挖掘石料，准备给您修种天苍神庙时，意外炸开了一处隐秘山洞。山洞里面有什么？仙人，那黑风山下竟有一条极品宝石矿脉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在山洞深处挖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清河仔细查验过，这是传说过大前王朝开国大帝遗失的虎符。300年前，大前王朝统一9州，靠的就是一支神秘的铁浮屠重骑兵，而这虎符就是号令铁浮屠的最高信物。大前王朝都统一300年了，这虎符现在还能调动军队？仙人有所不知，大前当今晃敌昏庸，宦官当道，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。可大前王朝在最精锐的神武军依然只认这块开国虎符。更重要的是，皇帝为了寻找这块虎符，已经悬赏了整整50年。仙人，这宝石是百姓们自发开采出来孝敬您的，但虎符出事的消息若走漏风声，哪怕我们守着白古城，也会引来大前王朝倾国之力的围剿。倾国之力的围剿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他们古代的冷兵器大军硬，还是我的钢铁洪流硬？9000岁，黄州急报，白古城太守孙禄堂战死，城池被一股妖孽流民占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能凭空变出铁鸟喷吐天火，还能驾驭黄色的钢铁巨兽推平城门。那群妖孽似乎真的懂仙法。仙法，天降神物，咱家在宫里熬了40年，求仙问道，连仙丹的影子都没见着。
这长生不死的神迹怎能落在流民手里？传咱家的密令，调黄州5万龙仙卫，即刻开拔白骨城。咱家要亲自去会会这个所谓的天苍仙人。若是真有仙宝，咱家要全部抢回来献给陛下。若有反抗，一个不留。林老弟，你这几天到底是去干什么了？抢了哪个非洲小国的国家金库吗？这么多极品原矿流入市场，足以把全球顶级珠宝圈的定价全砸个稀巴烂。初董，我的货来路绝对干净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快！我需要极其庞大的现金流，或者等价的物资调配权。这2箱原矿，你吃得下吗？在天海市还没有我楚天阔吃不下的货。原矿切割打磨周期长，但我可以立刻以盛世集团名义给你批10亿无限制信用额度，加3亿现金。国内能用钱买到的合法物资，你一句话，楚氏物流网全部为你饭速运转。成交，初董爽快。第一，50公里军用级别带刺铁丝网；第二，100套户外大型太阳能高压电网设备，牧场防野兽最高规格；第三，2000套凯芬拉防刺服、战术头盔、防爆盾；第四，20辆底盘装甲加化、加装防撞钢梁的重型越野皮奖车；最后，1000个大功率强光爆闪手电和对讲机。林老弟，你这是要去打仗啊？这些虽是民用防爆安保设备，不违反枪支管制，但这个数量足以武装一个中型私人雇佣军统团了。没错，就是要打仗。我要保护我的人，保护那些刚刚学会站起来当人的老百姓。谁敢来抢他们的饭碗，我就砸碎谁的狗头。明天日落前，我要这些东西全部出现在我的仓库里。没问题，明天日落前，哪怕把全国库存调空，我也给你凑齐。大前王朝5万龙銮卫大军，前锋营5000精骑，距离白骨城不足30里，天黑前就会兵临城下。大队长，那是大前的虎狼之师啊！大队长，那说我们是妖孽，要屠城3日夺仙宝。您快让仙人走吧，别连累了仙人，我们这些老骨头死就死了。是啊，仙人给了我们10几天好日子，我们已经知足了。大家抄家伙，跟他们拼了，给仙人争取时间。白骨城的父老乡亲，大前皇帝不管我们死活，让我们旱死饿死。只有天苍仙人给了我们水，给了我们粮，给了我们活下去的尊严。现在朝廷眼红我们的仙宝，想夺走家园，把我们重新踩在脚下当奴隶。你们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誓死捍卫天苍，誓死追随仙人，跟那群狗官拼了！抛弃你们，我林峰的字典里就没有退缩这2个字。都给我站起来！我说过，天苍不养废人，但也绝不让任何一个遵守规矩的人白白送死。5万大军算个什么东西？今天我要让他们的大前皇帝知道，这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。沈清河，护卫队立刻换装，穿上仙家战甲，戴上仙家兜玉，拿上仙家神盾。劳改营，所有人上皮卡车，跟我去城外10里处布阵。全军换装，随仙人出城迎敌。快，把带刺铁丝网全部拉开，交叉布置这3道防线，把太阳能高压电网的桩子砸进地上，接通电源，调到非致命电击模式。大前5000骑兵到了，关掉车灯和探照灯，让他们过来。不给他们一点终生难忘的教训，他们还真以为老百姓好欺负。将军，前面好像有人影，是不是白骨城的贼军出来送死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区区几千饿得皮包骨肉的流民，也敢挡我龙贤卫铁骑？什么狗屁仙人！
全他娘的是妖言惑众！传本将令，前锋营不减速，直接一波冲锋。城破之后，金银任由兄弟们抢夺3天。开灯。天雷王，真的是天雷？这到底是什么妖法？大乾龙降位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个没卵蛋的死太监，这白骨城我林峰罩了，敢过电网一步者，杀无赦。呼延将军，咱家把最精锐的前锋交给你，你不到半个时辰折了近4000人，还跟咱家扯什么会发光的细线天降的神雷？9000岁明鉴，末将句句属实。那妖人不仅有天雷网，还有能发万丈香光的法器。战马一碰细线就被烤焦，那绝对不是凡人的手段。当他人志气，灭咱家威风。龙香卫不需要连敌人长什么样都没看清就吓破胆的废物，拖下去，砍了。对，饶命啊！末将愿戴罪立功。什么天雷神光，不过是些装神弄鬼的障眼法。传咱家将令，明日拂晓拔营起寨，45000大军全线压上。咱家倒要亲眼看看，是他的障眼法厉害，还是我大乾王朝的刀山剑雨厉害。对面的人听着，大乾王朝9000岁驾到！念你们兽人蛊惑，立刻放下兵器，献上仙宝神兽，9000岁可免尔当死罪。妖人林峰若肯归降，交出炼器秘法，9000岁保你一世荣华富贵。什么9000岁？不就是一个连都没有的死太监吗？自己是个断残废，还跑出来冲什么大尾巴忙？嘎了他！给杂棍冲过去，把他千刀万剐！龙贤卫的将士们，你们睁开眼睛看看，你们大老远来荒州卖命，军饷被克扣的只剩干粮。你们背后那个死太监，坐8匹马拉的流金战车，吃南方800里加急的新鲜荔枝。荒州大旱3年，饿死30万人，朝廷没拨过1粒赈灾粮，是我林峰给了白骨城百姓活路，给了他们尊严。你们手里的刀本该保家卫国，现在却要帮着一个死太监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妖言惑众，全是妖言惑众！弓弩手准备，重型床弩给杂工推上来，射碎那些铁笼子。仙人小心，那是攻城用的破甲床弩，我们的盾牌挡不住那么大的冲击力。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超视线打击，跟我玩远程，你们还差了800年。又是那种会飞的铁鸟，快，床弩朝天上射！好好享受现代科技的洗礼吧。空投开始！啊！我的眼睛好痛，像被火烧一样，喘不上气了，我的喉咙要裂开了，救命！妖气，这是毒气啊！我们都中毒了！退，快退出去！保护咱家，快撤！快拉咱家回去！兄弟们，他们的弓弩废了，战马瞎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们反击了！沈清河带领护卫队戴上防毒面具，拔出防线缺口，所有人跟着我的车队冲锋！兄弟们，碾碎他们的阵型！挡不住，这根本不是人力能挡的，那是铁打的怪物，
他们把床弩都撞碎了！天苍护卫队缴械不杀，负隅顽抗者严惩不贷。缴械不杀，缴械不杀！别打了，我投降，我放下兵器。我是被抓壮丁来的，我家里还有老母啊！快抽马，给咱家跑！回京城，让皇上调30万大军来剿灭这群妖孽！死太监，装完就想跑？你问过我这台5.0排量的发动机了吗？谁敢动一下？我保证你们的下场比这辆破车还要惨。你不能动咱家，我是9000岁，我有免死金牌，动我就是诛9族，铁骑会把你踏成齑粉。免死金牌，一块破铜烂铁罢了。哼，在现代文明面前，别说是你这个太监，就算是你背后的皇帝老儿来了，也得给我乖乖讲规矩。奸人就是这阉贼！当年我父亲连上13道血书请求朝廷赈灾，全被这阉贼压下。他不仅不发粮，反而加征抗旱税，逼死了无数百姓。今日若不杀他，天理难容！奸人，林爷爷，别杀我，我有很多钱，我在京城司库里有500万两白银，有无数奇珍异宝。放我一条生路，我全给您，我还可以让皇上封您为异姓王。清河，一刀杀了他，太便宜他了。天苍的规矩不是靠杀戮建立的，而是靠劳动和赎罪。魏忠，你贪赃枉法，视百姓如草芥。今日我不杀你，我要扒了你这身吸百姓血汗做成的蟒袍，摘了你这顶顶戴花翎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什么9000岁，你就是白骨城劳改营里最低等的一名苦役。我要让你带着脚镣去清理最脏的下水道，去矿山挖最硬的石头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是如何建起一座你做梦都想不到的天堂之城，用你的血汗偿还你欠下的人命。不，你不如嘎了我！咱家是9000岁，咱家不干粗活，你嘎了我呀！扒了他的衣服，换上囚服，带走。大前的将士们，你们败了，但你们也是爹娘生养的血肉之躯。我林峰不是杀人狂魔，天苍的规矩不诛降族。但是，既然败了，就要付出代价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大前的军人，而是我白骨城的击剑兵团。脱下铠甲，换上工装，拿起铁锹，我要你们用这双手去修筑从白骨城通往泉州的宽阔马路。去开凿纵横交错的灌灌筛水渠，去修建能够挡风避雨的砖石房屋。只要你们肯干活，我保证你们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和香喷喷的红烧肉。你们建好的房子，将来也会分给你们自己居住。是回京城继续给那个不管你们死活的皇帝当炮灰，还是留在这里，靠自己的双手建设一个能吃饱饭、有尊严的新家园，你们自己选。去他娘的大钱！我一家老小当年就是被朝廷的重税逼死的。仙人给肉吃，仙人把咱们当人看，这条命以后就是仙人的了。我愿意去挖水渠，我愿意去修路，誓死追随仙人，建设新家园。人有了，地盘有了，现代的钱也有了。接下来，白骨城准备迎接第一次真正的工业革命吧。
累死我了！老魏，干什么呢？发什么愣？今天推不满10车粪去堆肥，晚上工分全扣，窝头都没得吃。长官息怒，长官息怒，我这就推，千万别扣工分，我昨天就没吃饱啊！出土了，神种出土了，天佑白骨城，仙人万岁！不，这起码明产5000斤呐！老汉种了一辈子地，做梦都没见过这么高产的粮食。这不是地里长的，这是金疙瘩呀！有救了，有了这些神种，我们再也不用靠仙人每天送饭了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清河，这只是第一步。土豆能饱腹，可这片荒原的潜力远不止于此。等马路修通，我带来的1万斤抗旱水稻就可以开始育谣了。仙人，大前朝廷把我们当草芥，是您给了我们新生的土壤。今日丰收，全城居民感念大恩，请仙人受我们一拜。别拜了，这粮食是你们一滴汗一滴水浇出来的，你们最该感谢的是自己这双凌劳的手。接下来粮食问题解决了，我们要抓教育和工业。我带来的那些书，学堂建好没有？不管是城里的娃娃，还是击剑兵团的士兵，每天晚上必须抽1个时辰识字。没有知识，你们永远只能是蒙昧的古代人；有了知识，你们就能造出自己的发电机、抽水泵，甚至造出自己的钢体巨兽。我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没有压迫、人人识字、人人吃饱的大同天界。愿为仙人孝子，建设大同世界。林老弟，短短1个月，你用我给的10个亿吞并了恒盛留下的物流网，还建起了大型农业研究所和医药实验室。你这扩张速度，连我都感到害怕呀！初董过誉了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我那几箱宝石原矿，市场消化的怎么样了？那批极品鸽血红和皇家蓝一问世，直接震动了整个欧洲高奢珠宝圈。拍卖行已经预售了1/3，回笼资金至少30个亿。你的那份我已经打到天仓集团对公账户了。好，有了这笔钱，我要干一票大的。初董，天仓集团接下来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高薪聘请全国顶级农业专家，研发能在极端恶劣环境生长的超级变异种子；第二，收购国内一流重工业机械制造厂，定制一批全地形、无需复杂维修的履带式基站设备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准备进军生物医效领域。生物医效，林老弟，这可是极其烧钱的无底店，没有几10年技术积累，很难出成果啊。这炉头，这珍珠疙瘩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绝迹几百年的极品野生老山参？看这品相，起码有500年以上的年份。初董好眼力，实不相瞒，我背后有一片请极其庞大且未被开发的原始生态圈。这株500年老山参只是开胃菜，未来还会有更多失传中草药，甚至超越现代医学认知的植物样本送过来。我的天仓医药集团要提取古老草药的有效成分，研发攻克现代绝症的靶向药和特效药。我要用这30亿砸出一个震惊全球的中医科技帝国。林老弟，楚氏集团愿意再注资50亿，不求控股，只要天仓要10%的股份。从此以后，在天海市，不，在整个大夏国商界，你我联手，天下无敌。仙人，呼叫仙人！大前皇帝发疯了，他听闻4万大军全军覆没，魏忠非但没死，还被您剃发剥衣，沦为掏叟苦工，认为是践踏皇权脸面。他雷霆震怒，抽调了镇守北疆的30万精锐大军，带着3000门红衣大炮，号称要将白骨城夷为平地。冷兵器打不过，觉得丢了面子，就开始上火炮了是吧？初董，失陪一下。是红衣大炮，完了，全完了！红衣大炮竟然足有3000门，一轮齐射，夯土城墙会像豆腐一样被轰塌呀！怕什么？
大不了一死。就算死，我们也绝不会去给皇帝老儿当奴隶。城里的逆贼听着，圣上有旨，尔等妖人用邪术迷惑百姓，如我大前9000岁为建议，罪不容诛。今日本帅奉命荡平白骨城，本帅给你们最后半炷香时间，开城投降，交出妖人林峰。本帅大发慈悲，留你们全尸，否则3000红衣大炮齐发，定叫尔等灰飞烟灭。萧天耀，你是不是以为就凭你们那几堆破铜烂铁，真的能轰开我林峰罩着的城？大言不惭的妖孽！既然你急着找死，本帅成全你。传令，炮兵阵地填装毁药，给本帅把那段城墙轰成平地。仙人，我们快撤下城墙吧！炮弹无眼啊！撤什么？我这一月让你们没日没夜修筑城防，真以为我只是让你们玩泥巴吗？开炮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夯土城墙怎么能挡得住实心铁弹？那灰白色的硬甲是什么东西？元帅，那城墙比精铁还硬，炮弹弹回来了，还砸死了我们几个前排士兵啊！挡住了！仙人的城墙是铜墙铁岩，大炮连个坑都砸不出来。皇帝老儿的大炮是个哑巴仗。30万大军，3000门大炮，皇帝老儿为了面子，还真是下了险本啊。不过，你们的烟花放完了，现在该看看我的了。那是什么妖鸟？怎么这么多？放箭，快射下他们！天苍裁决，点火。天塌了！仙人降下神雷惩罚我们了！不是打仗，这是送死啊！大前的将士们，你们看清楚了，你们的皇帝为个老太监的面子，逼着你们来送死，而我在白骨城教百姓种地，教他们吃饱饭。到底谁是妖孽？到底谁在草菅人命？回去告诉那个昏君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他一家一姓的私产。白骨城的大门永远向想要吃饱饭、想要尊严的老百姓敞开。谁若再敢来犯，今日的炮兵阵地就是他的下场。滚！大清算结束了，清河通知基建兵团和老赵，明天把城门外的炮弹坑填平。那块地咱们用来建古代第一座机械化化肥厂。这真的是荒州？那田里不用牛马自行奔走的轰鸣铁车是什么仙家法器？还有那高耸入云的烟囱。半年前30万大军覆灭，彻底打断了大前脊梁。皇帝深宫之中夜不能寐，魂恐天火落上皇宫，胆战心惊半年，终是低下遗头，派最清正的老臣带着奇珍异宝与册封圣旨前来求和。严大人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仙人在城中广场等您。有劳沈城主带路。老朽今日所见，当真如梦似幻。这白骨城简直是人间仙境啊！沈城主，这城中百姓见到官员为何不跪？这岂不是乱了尊卑纲常？严大人，在天苍的规矩里，
没有孙卑纲常，只有劳动与付出。他们靠自己的身手种出粮食，盖起房屋，是这片土地的主人，为何要跪？大前使臣严清晨叩见先人，吾皇愿奉先人为大前镇国一字并肩王，世袭罔替，将黄州乃至北方3州永世割为先人封地，只求先人息怒，保我大前国泰民安。严老先生，起来吧，我不兴下跪这一套。至于什么一字并肩王，你回去告诉你们皇帝，我没兴趣。我林峰从不割让任何人的土地，因为土地属于在这片土地上流汗的老百姓。白骨城不需要大钱的册封，但白骨城的大门和神祖一张，永远向天下想要活命、想要识字的穷苦人敞开。你们皇帝若是真想国泰民安，就少收点税，多修点水利，他能让百姓吃饱，我绝不干涉他当皇帝。他若做不到，我能用无人机炸平30万大军，就能在一夜之间把天雷扔到他的龙椅上。听懂了吗？老朽听懂了，先人之言，振聋华聩。清河，大前王朝的威胁解除了，学堂建起来了，工厂转起来了，这里终于成了真正的桃花源。如果没有您当初推开那扇门，递出那一瓶水，这里现在依然是白骨鹿与野的修罗场。天苍立下规矩，北荒才有生机。今日，我国顶级医药巨头天苍生物科技集团宣布，利用罕见古老野生植物提取物，成功研发出抑制晚期绝症的特效靶向药。此外，天苍农业培育的超级抗旱3号种子，已无偿援助非洲及西北干旱地区，预计解决数千万人温饱问题。天苍集团董事长林峰荣获本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慈善企业家。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古代那边出事了。先人，今天白骨城第2季新粮收割了，这是刚脱壳的第1茬新麦子，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。大家说，先人在那个世界也得吃五谷杂粮，这第1口新粮必须送给您。我干了3年冷库，从没觉得这些东西金贵，可那天看着他们端着半碗汤哭成那样，这哪是货，这是命啊！而如今，他们挺直了脊梁，用双手种出了属于自己的命。这礼物看着可没以前的极品宝石值钱啊！因为市场上买的宝石是货，但这袋子里的不是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白骨城100万居民靠劳动换来的尊严，也是我们给天苍老板交的年底分红。是啊，这是我林峰这辈子拿过最踏实的一笔分红。